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啊，看前天某手直播平台被黑产攻陷这个事情，有对网络安全的担忧，也有对黑产猖狂的愤怒。但是讲真，主要还是困惑和不解。哥们儿，你们整这么大个活儿，专家复盘说这次攻击至少要筹备1到2个月，这么长时间，你们都没往窃听风云那种提前在金融市场里埋伏获利上想一想吗？这种好莱坞电影和港片都拍烂了的桥段，对你们是一点启发都没有啊！这帮黑金某手的入侵者，除了播放了一些辣眼睛的内容之外，就是分发了一圈诈骗链接。估计华尔街之狼们看到这帮赛博悍匪的操作呀，心都碎了，真的是应了大腕里那段经典的台词：看见一美女，但是只想要人家裤子上的猴皮筋做个弹弓砸别人家玻璃。以防有观众不了解啊，这次某手直播平台被网络攻击的这个事情，我简单说一下。就是22号晚上10点，有大量新注册的账号直播一些不可描述的视频，同时呢，大量正常的主播账号被黑，原号主呢被踢下线，看着自己的账号播放一些糟心辣眼睛的内容，持续了2个小时之后，该平台直接强制关闭了直播的入口，事情才得以平息。有流量特别大的自媒体说啊，什么 root 权限被夺，这就属于造谣了啊！如果是 root 权限被夺，连关闭入口都做不到。从目前复盘的消息来看呢，金融市场上确实没有任何成规模的资金在这场黑客袭击前悄悄建仓做空单埋伏。从某手的股价波动来看呢，这次事件砸出来这小坑呢，真的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但是从技术层面甚至网络安全层面来说，这次的攻击简直就是一波震耳欲聋的警报。当年美国 CBS 公司播出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时造成的严重事故，当时就说火星人入侵大恐慌嘛，有600多万人在收听该节目，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就把广播当成了真实的新闻，120万人陷入了极度恐慌，全国的警局通讯陷入瘫痪，数千人弃家而逃，高速公路大堵车，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事故，恐慌还带来了大量的孕妇流产、早产和心脏病的病例，甚至有人为此自枪。这个事情发生在1938年，一个广播乌龙就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公共秩序几乎瘫痪。而如今我们的各大视频平台都是上亿的用户量啊，这种规模的传播渠道一旦被夺舍，其风险程度是难以估量的。毕竟不是每次都能赶上这种只对猴皮筋感兴趣的天才。这次某手被攻破，实际上把隐秘而严肃的网络攻防战推到了台前，它真实的影响着平台秩序、公众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就拿本次对某手的攻击举例啊，目前从各方面复盘的结果来看，这是外部黑客发起的一场至少筹备了1到2个月时间的针对该平台的网络攻击。攻击者展示了惊人的技术专业性，跟我们概念里黑客们隐秘精准的进攻方式不同。这次的攻击之所以能突破某手的常规防御体系，核心在于灰黑产采用了全链路产业化攻击模式，从账号准备、防御突破到集中发难，形成了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每个环节都精确定位了传统防御体系的软肋，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经过了严格部署的，从时间到分工，从战术到目标都清晰准确、配合紧密的赛博攻城战。22号10点，黑产从境外发起了饱和攻击，那个时间呢是平台在线人数最多、人手相对不足的10点，1.7万余个异常的账号集中开播传播不良内容，在推荐及同城页刷屏，举报通道拥堵，处置延迟，平台开始通过限流给清理违规账号争取时间，并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修补漏洞。但是违规的内容每秒数十条，即便单个账号被封，新的又立刻补上，秒级的发布与扩散完全突破了人工审核的应对极限。最后平台不得不完全关闭直播入口，来阻断这次偷袭的后续影响。这是一次罕见且张扬的网络攻击，不只因为被破防的是头部互联网大厂，更因为直播历来是安全等级最高的、风控最严格的核心业务，而如此大规模集中针对直播的攻击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次攻击的技术链路可以拆解为弹药准备、隐身突破、精准突袭3个核心环节，层层递进，配合周密。首先是利用设备批量制造账号，接着通过技术手段伪装成真实的用户，最后在毫秒级误差内同时发起攻击。攻击中最致命的创新是推流脉冲策略，在特定的时间点，数千个客户端同时调用推流接口，瞬间就挤占了平台的审核算力，让检测策略因超时而失效。
这种策略完全颠覆了传统基于流量阈值的防御模型，也是这次让该平台不得不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完全关闭直播功能，才得以阻断攻击的关键。根据媒体的报道称整个攻击的过程中，攻击者的隐蔽性极强，这些账号的网名、头像、IP 属地等属性均无显著的群体特征，分布与正常用户完全重合，给事前识别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准备这些账号也把另一条灰产给暴露了出来，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水军。黑灰产发起大规模的攻击的前提是拥有足够数量的可用账号。前面说的入侵者掌握的这 1.7 万余个异常账号可以同时开播，就意味着背后是 1.7 万个实名过的手机号，这是通过标准化的生产线批量制备而成的。也就是说，实名制现在成了一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摆设，绕过实名制认证流程成为了一个产业。灰产会囤积大量的手机号码，提前上传一些个人信息，按照平台的流程注册养号。这一次还暴露出了通过 AI 模拟用户行为提升账户权重的特点。灰黑产正积极地利用前沿技术升级攻击手段。25年以来 ，AI 爬虫、AI 生成的内容等相关的攻击流量激增了 300%。黑灰产利用 AI 技术能够大幅提升攻击的效率，降低操作成本，使得攻击的规模化、隐蔽性进一步的增强。另一方面，只要付很低的成本，就能操纵这些极为逼真，甚至还有不少流量权重的账号发布某类信息。这类水军灰产呢，此前也就是参与一些什么明星的新闻、谁买营销这种事上，后来呢，逐步卷入到商战的利益斗争中，而现在其实逐渐有了被成规模、成体系的用于社会舆论的离间、分歧矛盾的制造，以及这次足以构成一次社会网络安全危机的事件中来的趋势。这些账号对于平台来说是难以区分其究竟是正常用户，还是不知情的信息被盗者，亦或是被批量操控的黑卡或者虚拟号码的。对这些灰产的治理是需要有关部门以雷霆手段连根拔起，一网打尽才行的。而在这次造成这样的社会性事件之前，灰产一直是一种癞蛤蟆爬脚面的状态，而这次事件把这条产业链的危害以最现实的威胁呈现了出来。入侵者这次只是播放一些违规内容，要是下次在某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或者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发生这种级别的入侵，危害不堪设想。全面清剿这个灰产已经迫在眉睫。那除了实名制，平台的第二条防线就是内容审核。25年9月的时候，某手的安全算法中心负责人还在公开演讲中分享该平台的安全大模型技术，对海量内容审核已经从人力标注转向自动化标注加人力辅助校验，效率和覆盖面有显著提升。但这次的事件却暴露出了在恶意攻击和饱和攻击下造成的体系性过载，就足以瘫痪一套以精确为目的的审核防火墙。换言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安全的假设是太平光景下防备一些宵小之辈，那遇到了这种悍匪工程级别的冲击，自然就难以抵挡。虽然直播审核是一项实时大流量高负荷的任务视频流量远高于图文内容，每一秒都包含图像、语音、文本等多重信息，需要实时的抽帧、识别、分析。对于机器来说，负荷大大增加，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的疑似违规的直播，很快就可以突破 AI 审核的算力上限。与此同时呢，有限的人工审核员也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逐一处置。那这次攻击之所以能够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破坏，核心原因就在于灰黑产已经全面迈入了自动化攻击时代，而平台呢却非常有安全感的依赖着传统的防御模型，最后造成了22号晚间系统忙不过来，人也忙不过来的被动局面。说白了，就是灰产想用先进技术搞钱的动力，远比平台引入前沿技术做安全防守的动力大多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某手既是受害者，也是责任人。对于大量超负荷的待处理信息，该平台不是选择先按住疑似违规的内容，而是直接流出，追着去封禁。这才暴露了问题的本质，就是平台的优先级顺序问题。实际上，掌握着可以触达如此大规模用户的渠道，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资源的掌握，而掌握了公共资源的第一优先级却不是安全，就带来了如今的问题。守城的动力没有挖墙脚的人动力强该平台发现异常出现端倪的时候，第一优先级是选择维持直播可用，再逐步清理风险内容，让黄暴画面持续传播了2个小时，甚至诈骗链接顺着这些公器都威胁到了私
私人用户，启动所谓的一级响应毫无作用，足足2个小时才最终关停直播。这种先保证业务不中断，再追着判罚，在灰产手持 AI 利器、自动化、体系化、精准化的攻击下，是完全不对称的战争。如同让科技原理岁月静好的极客们直接与东南亚电诈原理的暴徒短兵相接一般，根本就是严重的攻防失衡。说到这里啊，多少都得感谢一下，对方确实没啥大志向，喜欢猴皮筋嘛。如果下次来的是别有用心的资通电军，或者有更大政治诉求的黑客进攻呢？难道我们的网络守军还要想着怎么先保障搔首弄姿的小姐姐们的直播不被中断吗？实际上，早在9月就有消息爆出，暗网上有大量的某手的数据遭遇泄露。从已有的消息来看，很多专业人士都认为本次事件有代码逻辑性漏洞和内鬼的可能性。而对于拥有上亿用户的网络平台来说，缺乏有效的应急措施才是最致命的。规模本身就应该是一种责任，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某手是失职的。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次攻击才真的算得上是国运。因为绝大部分的建设都是我们努力得来的，而这种意外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此高调、高科技、高烈度的灰黑产攻击，过去72个小时了，也没有显现出清晰的获利路径。灰黑产的攻击啊，通常都伴随着牟利勒索呀、商业竞争啊、技术炫耀啊，甚至不排除更高层的对抗。但是这次这群品味不甚高雅、获利的脑筋都倾注在发点诈骗链接上的入侵者，完美的担任了一剂疫苗的作用，以最小的伤害、最直接的威胁，直接就调动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免疫系统的应对升级。要不是发布的内容过于低劣，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都会让人误以为是某种预防性的演习。可以说啊，这么大动干戈又没啥清晰获利的结局，让外界对其动机究竟是什么真的是一头雾水。这场堪称灰黑产史无前例的教科书级的攻击，这么大规模的恶意进攻，完全没有产生足够等额的价值获得，但是却暴露了水军的灰产危害以及大平台的防备松懈。之后呢，事了拂衣去，留下的是接下来有关部门对灰产的全面的清剿和各大平台对于自己社会责任的反思以及重视。无论这是目前东南亚被围剿的灰黑产的恶意反扑，还是一群热衷于猴皮筋的赛博毛贼，都敲响了全民脑子里的这个警钟，将居安思危刻进数字时代的每一个环节，让技术防御跟上黑产的升级步伐，让责任担当匹配平台的规模和体量，让协同共治成为网络空间的共识，都是这一次冲击带来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在无形的赛博战场上筑牢防线。毕竟，真正的安全从来都不是侥幸躲过一次猴皮筋的攻击，而是让每一次潜在的风险都无处遁形。这才是这场国运级警示的最好的回应，也是守护我们共同数字家园的必由之路。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